虽然可能很容易对自己感到消极，但也很难准确地指出何时、何地，或者事情是怎么出错的。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有待提高的领域，但让这些不安全感毁了自己的生活，仍然是不公平的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6件做了其实是毁自己生活的事。凡事尽善尽美，完美是黄金标准，虽然在所做的事情中达到尽可能高的质量是可取的，但这样做也是低效的，耗费脑力的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。布鲁姆和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研究表明，被描述为完美主义者的年轻人中有高达 70% 的自杀率。保持这种高完成标准对健康是有害的，而且会适得其反，因为这会降低专注于完成一项特定任务的工作量。今日医学新闻的一篇文章进一步解释说，对自己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会为抑郁症、焦虑症甚至双向情感障碍等疾病铺平道路。努力建立更多的自我同情和庆祝结果的增长会有所帮助，但需要努力才能实现。陷入人际关系。众所周知，人际关系在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但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很难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会变得越来越难。关系本身是复杂的，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。以前曾经的关系可能不复往日，现在有些人发现保持不正常的关系比一个人好，而还有人发现在这段关系上投入太多时间会无法放弃。雷托等人的研究将这称为沉没成本谬论。在这种谬论中，以时间为基础来为失败的关系辩护，尽管一切不太可能改变，但还会继续下去。拥有不健康关系，无论是友谊、家庭还是其他重要的人，都会限制我们的能力，降低生活质量。虽然这很难，但找到与他人交往的方法来支撑改善，可以做出些不同。工作环境。工作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或者许多人的目标感是由他们的职业决定的。对其他人来说，事业成功是最终目标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，工作是生存的关键。如此说来，不健康的环境可能有害。一家商业资源和咨询公司指出，诸如工作保障、工作过度或工作不饱和、工资过低等问题，只是工作给生活增加压力的几种方式。再加上精疲力竭、有毒同事，甚至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也会让生活变得痛苦。进一步说，采取措施改变自己的处境，比如咨询人力资源部门，可能有助于改善境遇。其他时候，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找到并朝着职业转变的方向发展，可以提高生活质量。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很困难的，通常需要时间和自我倡导来实现。保持固定的心态，而不是成长的心态。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，很大程度上受到自己心态影响。成长型思维模式和固定型思维模式之间的区别，会影响对自己能力的评价，以及能取得的成就。这两种心态是对智力的看法。如果是固定心态，可能会发现，相信自己的智力和能力是固定的，认为自己被赋予了特定的优点和缺点，并且会一直保持下去。另一方面，成长型思维模式可以让自己改善自己以及自己的处境。成功是通过努力工作和不断进步得来的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杰瑞米·布兰切特、萨拉逊等人的研究通过新古典主义促进了成长型思维的概念。这个概念说，大脑会在生活和经历中不断变化。研究表明，与固定心态的学生相比，学习成长型心态的学生在特定科目上的得分更高。养成成长型的心态会鼓励自己不断学习。如果有小伙伴正在努力发展一项技能，就能克服出现的问题。花太多时间独处。有研究广泛记录了心理健康和孤独之间的联系。作为人，我们是相互依赖的社会生物。根据心理学家、健康热线的作家卫希里·韦尔奇称，独处对健康有显著的影响。孤独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健康障碍以及身体后果之间存在关联。当研究那些自称孤独的老年患者时，他们患痴呆症、高血压和整体慢性疾病等严重疾病的比例有所增加。虽然当前的社交场合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孤立，
但我们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也会影响到这一点，并且对此感到沮丧。社交媒体，尽管它叫社交媒体，还是可以进一步加剧孤独。治疗师雪莉·埃米滕斯坦表示，社交媒体虽然有能力将一个人与世界上的任何人联系起来，但也会把大家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，会把自己和别人比较。滑手机，更多的浏览帖子，会让人感觉不像是在交流，更像是聚焦自己的缺点。最后一点，不改变。阻碍成长的最大障碍就是一成不变，问题通常不会自行解决，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制定计划来处理掉。第一步是花时间，找出是什么阻碍了生活进步，可能是关注能为身体健康做些什么，比如改变饮食，或者在情感层面上，比如从生活中清除掉一个有毒的人。这些变化至关重要，但也很艰难。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建议，对自己想要改变的事情制定详细目标，这包括一次开始一个目标，也要找到支持自己的人来鼓励自己坚持目标，也可以包括与心理健康专家交谈，专注于自己的想法、感受和心态，提出策略，在处理棘手的情况的同时，来帮助自己生活的其他领域。在这里，采用成长型思维方式可以极大地有助于继续前进。生活实苦，有很多困难，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。改变很困难，但需要做的是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充实、更值得。问自己想要改变什么，通常是第一步，然后可以寻求适当的支持，并制定可操作的步骤来做出改变。无论是制定一个新的日常计划，朝着一个新的目标努力，还是寻求心理健康咨询，都可以从几个小方法开始，在转移到下一目标之前，先专注于一个目标，能把一项大任务分解成易于处理的小任务。感谢收看这支影片，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，并分享给更多你认为可能会从中受益的小伙伴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以在我们上新影片时及时收到通知。